当500万内最好的 SUV 遇见了1000万内最好的 SUV， 你们会怎么选呢？今天的主角呢，就是这两款国产旗舰新能源 SUV， 问界 M9 和理想 L9。先问一下，你这台车多少钱了？我这台不要500万啊，只要42.98到45.98万。你看这不巧了吗？我这个也不要1000万，只需要46.98万到56.98万。所以两台车呢，价位都是在40万到50万左右。对啊，那如果你这个价位的预算呢，你不想冲 BBA， 想买一台中国造，应该怎么选呢？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针对这两款车，它们的底盘呀、空间啊、舒适性啊等等方面进行深度对比，看看到底谁更值得买呢？对于这个级别的车型，舒适性体验肯定是第一位的。这两台车呢都有空气悬挂，而且悬挂阻尼都可调节。那么到底谁的底盘感受更高级，谁的底盘舒适性更好呢？所以接下来我们换个场景，老样子，还是在这条坑洼路段体验一下两台车的底盘滤震表现。因为两台车都是空气悬挂嘛，我们先给它调节到舒适模式，底盘高度调节到高。OK， 调节完毕，我们出发。理想 L9 对于小坑洼的这个滤震表现，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我们速度再加快一点啊！我这个大坑之后，我能感觉到这个悬挂有点到它极限的感觉了，会有一些冲撞的感觉。但是呢，也不是那种因为车身太软导致的车身的颠簸啊，就是坑洼确实是太大了，已经是有一点这种冲击力通过这个悬挂溢出了的感觉啊。但是总体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OK， 经过刚才这段体验呢，我发现这台理想 L9 它的这个悬挂系统在这个空气悬挂的帮助下呢，整体的这个滤震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除了在特别大的那种坑洼会有一些震动和晃动总体上呢，我觉得还是符合它的这个定位的。理想 L9 开着确实是比较舒服的，而且那台车我也开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今天我更期待的是这台问界 M9 在同样的路段下，它的整体表现会怎么样？它的底盘和理想 L9 之间有哪些差别呢 ？OK， 然后我们直接同样设置着舒适模式，然后把空气悬挂的高度调节到最高，然后去通过这一段难度。准备出发，咱们先慢速的过这些坑洼。其实，在低速下面的话，过这些坑洼的感觉也是比较柔和的。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小震动的处理相比理想 L9 来说呢，稍微再柔韧那么一点点，整体也是挺舒服的。但是，它并不像理想 L9 那种全部震动都给过滤掉。OK， 我们速度再快一点。现在有很多的大坑，这台车在同样时速下，当我们开得更快一些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相比理想 L9 来说，反而会更加平稳一些。然后它面对这种大的冲击的时候，其实悬挂的处理要比理想 L9 做得更好一些，也就是说它后段的悬挂呢，支撑性会更好一些，包括整车内的晃动、颠簸感都会少一些。另外想说的一点就是，我们走这种烂路的时候，其实明显能感觉到这台车底盘的隔音表现也要比理想 L9 来得更好一些。然后过这种连续坑洼的时候，底盘的那种整体感还有厚重感都要比理想 L9 稍微再好那么一点点。我整体来说，我觉得这台车底盘方面的表现确实挺满意的。烂路体验之后呢，我们重点来说说这两台车在日常开起来表现到底怎么样。理想 L9 的话，我们都比较熟悉了，我们就重点来说一说这一台问界 M9， 然后它开起来相比理想 L9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两台车毕竟价格都是40-50万级别的新能源车型呢，就是开起来的那种高级感、平顺性都是属于非常优秀的水准的，这个我们不细说。而重点是这两台车开起来，它们的风格上是有一些不同的。理想 L9 就完全是一个大沙发的类型，怎么说呢？就是你走任何路面的时候，你都会觉得特别软绵绵的，特别舒服。就开着这台车，你根本没有什么想要激烈驾驶的欲望，是这种感觉。
而问界 M9 开起来就稍微有一些不同，其实它的路感会明显的更加清晰一些，然后虽然也很舒服，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不管是转弯啊、变道啊，它的支撑性会更好一些。所以总体来讲，理想 L9 开起来很舒服、很软，但是没有太多驾驶的欲望。但这台车相对来说开起来，它的支撑性啊，它的灵活度呢，要比理想 L9 更好一些。那其他方面的话，其实说实话，这两台车的差别就不是特别的明显了。好，那体验完了两台车的底盘啊，我觉得其实买这台车的人更多的还是看重他们的科技感和舒适度。对，所以我们接下来重点还是体验一下这些东西啊。那先说我这台 L9，首先这个前排啊，2块超大、超清晰的屏幕啊，是不是科技感拉满了？这个就是理想的家族化设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对，还有就是它整个设计啊，非常的简洁啊，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实体按键啊，能动口的绝对不动手啊。当然了，其实这台车呢，它是顶配版本嘛，所以第二排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大电视啊，尺寸跟前排都是一样的，清晰度也是非常高。对啊，最主要呀就是带娃的时候，这个一打开真的是享受片刻的宁静啊。这个小孩啊特别喜欢用这个东西在车上的时候，所以呢，对于我这种奶爸来说啊，这些科技配置绝对不是对料啊，确实是非常实用的。但是这个的话要到顶配版本才会有的。对，然后另外一点我就觉得尺寸太小了。你先别急着吹啊，你待会儿看我那台问界 M9， 我给你看更好玩的。那我接着说重点啊，我觉得这台车其实最打动我的还不是这些，最打动我的其实就是这个座椅啊，舒服。这个座椅舒服吧？我说实话，这个座椅比我家那个大沙发还舒服呢。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够软啊，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头枕了。哇，这个头枕真的，我觉得理想这个 L 系列能卖的这么火，跟这个头枕估计有一半的关系。就把那个迈巴赫的头枕精髓给拿过来了。那比家里面沙发还有一点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座椅呢，它都是支持这个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啊。第二排座椅空间也都挺宽敞的啊，翘二郎腿都没什么问题。对，而且呢，这个第三排座椅它也支持靠背的这个电动角度调节，而且有这个加热功能。对，所以你看还有小冰箱啊，还有小桌板。对，这还有一个小桌板，所以全家人出去玩真的是非常舒服啊，非常省心，就是一个特别舒适的奶爸车。对，不过我觉得我那台问界 M9 更有惊喜。是吗？带你去体验一下，走。我们再来看一下问界 M9。其实我这个车，我觉得前排内饰设计呢3块屏幕，而且这个屏幕是一个整体的，它不是分开的，所以我觉得看起来更高级一些，而且对称美，所以看起来更习惯一些。我更喜欢简洁一点的，更简洁一点的。然后后排其实空间这一块，两台车没什么好挑剔的，因为毕竟有滑轨可以前后调节嘛，都很宽敞，这个没得说，是不是？但是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这台问界 M9 在细节上面拿捏的非常好。哪些细节啊？首先第一个，看见没？哟，遮阳帘。你那个是隐私玻璃，但我这个遮阳帘就感觉仪式感就出来了。这个有点豪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来，咱体验一下。看见没？这个是电动的，你可以降下去。哦，你那个也是电动的吗？我这个不是，我这个是手动的。哦，这个是留给尊贵的客人的是吧？对。然后我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电动这个位置尊贵一点，它的电动呢确实要比理想 L9 的看起来更高级一些，包括这个手枕长度也要比理想 L9 的更长一些，更舒服，对吧？然后另外就是功能性这一块，你看理想 L9，如果你开座椅通风、加热、按摩，你需要够到前面屏幕上去，这个车全部集成在侧面了，对，用起来更方便，还挺方便的，对吧？然后这里杯架，所以细节上面这台车会做的更好一些。那我也得挑个刺啊。这个座椅你看啊，其实坐感还可以，但是我觉得跟理想 L9 相比还是偏硬了一点，而且最主要少了一个小头枕。这个头枕确实差那么点意思，对吧？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那理想 L9 不是有一个小桌板嘛？然后我这儿有一个电动腿托。哦，这是腿托哈。对。然后另外就是华为它自己的优势，你看这几个座位后面都有一个磁吸支架。如果你是华为的平板 Pad， 直接吸上去。我还刚准备问你呢，我说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哦，原来是就是小孩坐着可以看电视，这就是华为自己的优势点了。另外我们就把座椅都说完啊。我这台车的第三排座椅空间会更宽敞一些，而且很重要的细节就在于什么？我第三排的座椅它的滑轨也可以前后调节的。哦，理想 L9 呢是只能调节它的座椅靠背，但我这个前后滑轨是电动调节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的后备箱空间利用会更灵活，包括我第3排、第2排的人员的调整也会更合理一些。哎，我发现现在第3排其实做的都挺不错的啊，不像以前的这个小板凳的感觉了。对，毕竟尺寸在这儿，是不是？然后我们再说一说娱乐影音这一块，你那是一个尺寸这么大的电视，这个投影仪，我这是一个激光投影。然后好处在哪儿？第一个就是它会比较大，然后呢，其实你躺在这里的时候，你的观感会比较好。然后另外就是一家人嘛，如果坐在车里面，稍微有一点那种家庭影院的感觉了，我觉得这一点我很喜欢。这个吧，优点确实是优点，但是我也看了一下，其实首先呢，我觉得它的这个分辨率啊，我觉得是不如理想 L9的。第二个，它这个应该不是触屏的啊，达不到这个技术啊。还有我刚才扫了一眼，这个投影仪这不会顶头吗？这就是它的激光投影啊，我感觉有点顶头啊，不过在中间啊，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突兀，然后显示肯定没有。那我选的话呢，我觉得。其实你觉得哪个好？我觉得还是这个屏幕电视更好。那我更喜欢这种投影的感觉，家庭影院。那我们各取所需。对对对。再和你说一个小细节，那你系个安全带看看。安全带？怎么了？发现没有？最尊贵的这个位置，你的安全带其实是集成在座椅上面的。哦，看到没有？你没说，我还真没发现。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位置，可能是老板或者家庭里面地位比较高的人系安全带更方便一些。那我懂了，就是如果安全带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这样躺着的时候其实是不能保护的。对对对。哦，这个，然后这种便利性做得也很好，是吧？挺不错。所以在细节这一块的话，其实问界 M9确实要比理想做的更极致一些。那至于造型设计方面，两款车的风格不同，理想 L9的外观呢更细腻、更方正一些，而问界 M9呢偏圆润饱满的风格，这个就看个人喜好了。不过问界 M9外部配置上还是有几个小亮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首先是像素大灯的智慧灯光，确实有意思啊，有天际线灯效、示宽辅助投影啊，还有情景灯语等等，这个是理想 L9没有的。两台车呢虽然都有电吸门，不过问界 M9呢还是要多出了电动门，实际体验还不错。那最后呢，我们对这两款车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先说这个理想 L9吧。这款车啊，目前来看它的整个产品的这个实力还是很强的啊。目前它的销量很高，空间大，坐着开着舒服啊，这些都是大家比较认可的，没有什么可挑剔的。那就是操控感稍微弱了一些啊。L9目前它的整体的售价比问界 M9它是要便宜不少的，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势。说的没错啊，问界 M9整体的价格确实要更贵些，但是作为新一代的这种新能源旗舰 SUV 的话，问界 M9在智能化配置这一块优势还比较明显的。你像它的像素式大灯，还有激光投影、电动车门，以及在智驾这一块，问界是惯有的优势的。对。另外就是这两台车虽然都是大车，但是在空间这一块相对来说，问界 M9呢还是再宽敞那么一点点。那其实两款车也挺好选的啊。如果你就是想要一家人坐着开着舒舒服服的，对刚才说的那些花里胡哨的智能化功能啊，没有什么极致的追求，或者说你的预算啊稍微低一些，那理想 L9完全是可以选的。如果你的预算更高一些，你对这种更智能化、更科技、更前沿的配置呢有更多需求，然后你需要更大的空间的话，那或者对智驾也有更高的要求，那我觉得你去买一台问界 M9是绝对不会错的。